愛情一定係發生喺不知不覺之間，咦！突然間發覺自己中意某個人，嗰個係無心之感。涵蓋就係感應個感字冇咗個心。點解有個男人成功啊？因為佢成功裏邊咧有好大嘅機遇嘅成分。但係呢個際遇咧係點樣把握機會啊？係背後個女人喺度發功。所以易經裏邊個人間世咧，從夏經開始咧，其實全部都講晒我哋現實世界人生所面對嘅問題。所以你見到話你啲人唔收中國文學啊，人哋物理學家啊，全靠都睇中國文學啊而得到靈感啊。四維睇三維嘅，你都睇到呢個世界咧已經話係如幻如化噶啦，已經睇到，即係等於我哋睇隻螞蟻，螞蟻喺二維，你見到有螞蟻喺個籃球嗰度行下咧，我就睇通咗。螞蟻唔知搞緊乜，我哋睇到隻螞蟻將來。大家好，上次咧就同大家講咗易經嘅上經30卦嘅一個部分嘅內容，今次咧就同大家介紹易經嘅下經嗰34卦。嗱，其實上經同下經咧有個唔同嘅地方咧，大家要留意。有位易學家叫做係萊茲德，佢人好特別嘅，佢咧就係好快就已經考中舉人，佢都辭官不做。就翻屋企咧，係侍奉佢父母親。咁但係咧，佢就深居簡出啊，喺屋企就鑽研易經。即係歷代研究易經嘅人冇人研究過，佢係研究到究竟易經嘅上經有幾多個陽爻，有幾多個陰爻。佢就發現咧，易經嘅上經咧就有陽爻咧86個，有陰爻咧就94個。所以問題咧就陰爻多過陽爻8個，所以呢個見到易經嘅上經嘅特色係陰多於陽，以陰為主。然後佢發覺到易經嘅下經嘅陽爻咧有108個，易經嘅陰爻喺下經咧有96個，但係變咗易經嘅下經咧陽重於陰，所以上經同下經嘅唔同。咁我哋講嘅宇宙規律咧，其實講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咧，係有好多 dark energy、dark matter 嘅，所以陰多係正常嘅。但係現實世界咧，尤其係喺父系社會咧，係陽爻為重嘅。所以易經裏邊個人間世咧，從下經開始咧，其實全部都講晒我哋現實世界人生所面對嘅問題。下經嘅第一句嘅卦序，咸行頓兮及大壯。咸卦就係感應個感字冇咗個心，即係叫做無心之感，咪叫咸咯。其實大家唔明白，大家一諗你知，無心之感就係叫做愛情。呢個咸卦就由頭到尾都講愛情。你記住啊，有心咧去刻意去追求之類嗰啲唔係愛情啊，愛情一定係發生喺不知不覺之間，咦！突然間發覺自己中意某個人，嗰個係無心之感。你睇到啊，佢特色啊，成個卦程都講少男少女嗱，少男少女先容易有感情嘅，容易發生愛情嘅。其實係一個少男同少女嘅結合嘅一個卦。佢成個卦程講個愛情咧個發展咧，從腳趾公開始，咸其趾。由咸其趾到咸其肥，咸到背脊咸其股，去到臀部嗰部分，然後去到咸其呢個係背脊，然後就最後尾先係咸其脷。即係話咧，中國人嘅愛情同外國人係唔同嘅。即係中國人你睇個咸卦咧，就一路咁上去咧，係差唔多啦。男女喺度接吻係最後階段嘅。而家外國人啊，識又唔識，係唔係都攬實，見面禮就錫。中國人唔係㗎，去到最後階段先至叫做咸其啊，負頰舌啊，即係話錫面頰就面珠燈，舌就舌頭。我哋而家俗稱叫做打茄輪。講完愛情就講恆卦，恆卦就講永恆，就係佢結婚卦。所以我哋講結婚就冇愛情嘅，好多人有個俗語講戀愛嘅結束就係結婚。所以恆卦咧唔同你講愛情，恆卦係長男長女嘅結合，係講責任。結婚你要講啊，要養妻活兒啊嘛。所以結婚就唔講冇愛情講啊，係講責任叫做結婚。第三個卦就係講遁卦咧，佢講到
退休嘅最後階段係最高嘅退休嘅境界，用一個字嚟代表，叫做肥頓。啊！呢度肥頓唔係表示個肥，唔係表示身體好肥喎，而係叫做豐裕。你退休退得開心，最緊要咩？有水、有錢，生活優裕，嗰個叫做肥頓。佢先會講個退休你點樣退法，邊個時候退休，點樣退休法？你睇嗰個遁卦係就全部個卦講晒出嚟。然後跟住嗰兩個卦就勁啦，一個叫做怪卦，一個叫做姤卦。嗱，呢個怪卦嘅特色咧就係叫做五陽一陰，五個陽爻一個陰爻，個陰爻就喺最頂嗰度嘅叫上六，下低嗰個全部都係陽爻，就用一個生動嘅比喻咧，就係五個男人蝦個弱質女子，所以個女人好慘嘅。怪卦跟住到姤卦，亦都係五個陽爻一個陰爻，但係嗰個陰爻咧就擺喺最底。我哋天風姤，下邊係巽卦，上邊係乾卦，係一個女人打低五個男人。但係佢嗰個姤卦嘅另一個解釋咧，你見咗 Richard Wellham 嘅翻譯咧，叫做 Coming to Meet， 有啲譯經嘅英文書譯做 Encounter， 我哋中文叫機遇。知道咧，其實凡親講機遇咧，係要好需要女性。有好多人係歷史冇記載嘅，應該鄧小平講緊改革開放咧，佢背後有人發功，係幫阿鄧小平手，係邊個？枕邊人啊嘛，呢個係有一個功勞喺度，但係冇人知。所以我哋話每個成功嘅男人，記住成功喎，唔係每個男人背後個女人，係每個成功嘅男人背後都有個女人。點解有個男人成功啊？因為佢成功裏邊咧有好大嘅機遇嘅成分，要交好運啊，要人際關係要互著一個好嘅際遇。但係呢個際遇咧係點樣把握機會啊？係背後個女人喺度發功。你講呢個姤卦就講女人咧就特別咧有一個通靈嘅特色。你問下個個都要揾求通靈啊，都揾問米婆，有冇問米公嘅？冇噶嘛。以前我哋卜卦咧揾巫師，巫字本身就叫做女巫，所以你唔好女巫嗰個字係多餘，個巫字本身就係女性嚟噶啦。各位朋友咧，如果你哋想卜卦咧，你要知道啊，如果想卜卦卜得準咧，你可以揾你太太代你卜，揾你個女代你卜，揾你個家姐代你卜，都準過你。即係女人嗰個直覺性、靈驗性，你睇翻嗰個伏羲圖啊，伏羲同女媧你好睇得出嚟。伏羲咧就喺嗰個圖裏邊咧擺喺個左邊，女媧咧就擺喺右邊。咁啊，伏羲嘅手邊拿住個角尺，女媧就拿住個圓規。你可代表啊，擺喺左邊咧就代表我哋嘅左腦，擺喺右邊我哋嘅右腦。女人係右腦勁過左腦。我哋講了解易經嗰個直感啊、直覺嘅體驗咧，但係女性係勁過男性嘅。呢個男性不得不知。呢個係星群正格鼎震計啊，個鼎卦，大家又必須不知。鼎就係我哋講燉盅燉嘢嘅煲嘅大煲，所以我哋講食佛跳牆，一鼎佛跳牆。根據呢個係邵康節嘅宋朝嘅易學家叫做邵康節嘅推算咧，1984年至到2043年呢60年都係行緊鼎卦。咁你好易計啊，就每一爻咧就係10年。我哋今年2023年啊嘛，就正式行緊嘅鼎卦嘅第4爻。2014至2023，就鼎卦嘅第5爻咧就2024年至到2033。咁你睇翻鼎卦嘅第4爻嘅爻辭咧，就鼎節足，呢個鼎咧就斷咗隻腳，福功速鼎裏邊嘅佛跳牆嘅倒寫出嚟，搞到好樣衰。煨著其形屋。咁而家我哋講啦，你喺度2014年至到2023年就行緊鼎卦嘅第4爻，你知道我哋就話要過埋2023，去到九運2024年先有個轉機。跟住嗰個卦序啊，講叫艮臏，嗰個字咧正音讀尖，唔係讀漸，解到逐漸。你睇到啦，嚟呢度又有一個古仔講，1997年5月咧，
香港發生咗全世界嘅第一宗嘅禽流感，呢、個就香港發現嘅。嗰時個個都冇乜事，話冇問題嘅，冇人傳人嘅。結果到咗回歸後，1997年嘅11月至12月咧，禽流感突然間暴增，有成突然間由第一宗變咗有18宗，死咗6個人嘅。嗰時咧我就話為禽流感占個卜卦。咁我用我自己嘅方式卜卦，以前歷代易經嘅研究已經冇人咁卜嘅，我就用咩嚟卜卦？就做 H5N1 禽流感 H5N1 啊！咁啊，以前冇英文噶嘛，冇人用英文嚟卜卦，咁 H 我未到 A B C D E F G H 8咯 ，H 係8個位 ，H5 就8加5咪13咯，13除8。剩翻個餘數就係我哋先天八卦數啊，叫做咩？叫做巽卦，叫做風啊。下低咧5N 咧 N 係第14個位，加1咧就15，15除8剩翻7，嗰個就係艮卦。風山就占卦。你好牙醫，我嗰時都嚇一跳，因為全個易經嘅64卦咧，只有占卦係講咩？係講雀仔嘅。任何易經講鴻雁啊，我哋講啲嗰啲同嗰啲遷徙嘅鳥類有關啊嘛。我哋講個禽流感，佢裏邊就講鴻雁。點解第二個卦都唔會用 H5N1 就得到個卦象就係占卦就講鴻雁，講占卦個六四爻啊，叫做咩？叫做鴻潛於木啊，入於其角，角就係一條橫木。係無救嘅，即係話咧，依場禽流感我哋可以克服到。嗰時我占嗰個禽流感嘅卦，最後尾嗰兩個卦好重要，就叫做小過既濟兼未濟。第63卦係既濟卦，第64卦係未濟卦。嗱，呢個係我嘅版本啊。點樣形容既濟卦？既濟卦就係將6個爻啊都係啱位。我哋講1、2、3、4、5、6， 1、3、5就係一定係陽爻，2、4、6就一定係陰爻，我哋叫當位。既濟卦就全部嘅爻都啱位，我哋叫既濟。然後未濟卦咧就全部嘅爻都唔啱位，1、3、5係陰爻，2、4、6係陽爻，咁叫未濟卦。點解63卦係既濟卦，64卦係未濟卦咧？我嘅解法咧就話，因為好多63卦咧叫做咩？我嘅翻譯叫 game over， 即係玩完。但係玩完咧，到未濟卦咧又玩過，所以我話叫做咩？易經裏邊講叫生生之為易啊嘛，易傳裏邊講嘅係不斷循環。用佛教嘅講法咧，呢種不斷循環就叫做輪迴。所以易經其實就係講緊成個64卦係一個輪迴嘅學問。所以你將呢個64卦咧套入佛學裏邊嘅12因緣係好啱嘅。第12因緣咧，我哋叫老死，嗰個就係既濟卦。然後咧要去翻未濟卦，就12因緣嘅第一因緣叫做無明。成個64卦由上經到下卦就12因緣嘅路緣。一出胎咧，即係去咗5個因緣啊。第6個因緣我哋叫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啊嘛。由觸受愛取有咧，呢啲全部都同我哋人間自出胎之後嘅貪嗔痴有關。成個下經就講緊貪嗔痴，成個上經就係講嘅入胎時期嘅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嗰個階段喺點樣醖釀，然後你就出胎。觸咧第6因緣咧就觸，就係我哋講係進入咗下經。即係依個我嘅版本，暫時未有人將呢個12因緣咧套入咗呢個易經嗰度。其實唔高深嘅，因為佢始終都講輪迴，始終都係三維世界嘅嘢。佛經咧，譬如釋迦牟尼就超越三維啊，釋迦牟尼去到10維嘅。我哋而家我講法，我唔諗希望自己去10維，去4維都唔錯嘅。4維睇3維嘅，你都睇到呢個世界咧已經話係如幻如化啦，已經睇到，即係等於我哋睇隻螞蟻，螞蟻喺2維，你見到有螞蟻喺個籃球嗰度行下咧，我就睇通咗。螞蟻唔知搞緊乜，我哋睇到隻螞蟻究竟佢將來後邊都睇到。螞蟻就2維，我哋3維，但係而家我哋能夠上到4維咧，
我哋睇翻三維咧，咩叫做咩？叫做俄烏戰爭啊，咩叫做咩一帶一路啊，全部都係得啖笑嘅，都係咁樣嘅啊。其實我哋對人生嘅了悟咧，就知道其實基督教都講噶，我哋嚟呢個世界係一種暫住嘅啫，寄居嘅啫。你始終都要回魂歸天國噶嘛，都要暫居啊嘛。所以日本咧呢個真係好通識。日本咧有個物理學家叫湯川秀樹。湯川秀樹應該係1981年過身嘅，1949年咧攞呢個諾貝爾嘅物理學獎。佢係預言有介子啊！佢呢個話佢研究量子物理學嘅靈感咧，係完全因為呢個唐朝李白嘅一篇文章，佢春夜宴桃李園嘅序啊！所以你見到話你啲人唔收中國文學啊，人哋物理學家啊，全靠都睇中國文學啊而得到靈感啊！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，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啊！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意也。依個就講呢個萬物之逆旅，光陰之過客咧，佢係諗到一啲物理學嘅原理，係因為睇中國文學。而家啲人咧，文科都唔收中國文學啊，冇講話理科啊。呢個通識啊，唔應該文理分科，全部都係互通嘅。如果大家喜歡聽我講易經嘅知識咧，就歡迎大家訂閱健康媽呢個頻道。拜拜。